好，好，各位同學，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師，歡迎大家來到 YouTube， 跟我一起學習中文。今天是2026年的8月20號，今天是星期四，我們來學習新 HSK 第5集的詞彙。好，那麼來聽老師的直播課，記得幫我點讚，支持理查老師。你也可以成為我的會員，支持我的工作。那麼多多留言，多多的把老師講過的句子在留言區打一次，可以增加你的印象哦。好，對，準時上課非常好。那今天呢，我們來學習這些生詞，不難，但是蠻實用的哦，所以大家一定要專心的聽課哦。好，那今天我們要學的詞彙是櫃子，櫃子。好，第二個是滾，滾。好 ，OK， 這兩個詞彙都很重要，而且算是這個高頻字啊，高頻字。好，我們先來看一下櫃子這個詞彙哦。好，櫃子，大家家裡面應該都有櫃子，而且有各種各樣的櫃子。可能你們家裡有衣櫃，有櫥櫃，有這個還有什麼櫃？還有酒櫃，還有電視櫃、床頭櫃，好多好多的櫃子。所以呢，這個櫃是一個非常應該你們家裡就有這樣的物品哦。好，還有一個很有趣的表達就是出櫃，你們聽過嗎？出櫃，出去的出，櫃子的櫃。出櫃就是可能你的身份是同性戀、同志，但是你一開始沒有讓別人知道，但是有一天你決定要把這件事情公開，告訴你身邊的人，那這個就叫出櫃，出櫃哦。好，那現在的社會已經很開放了哦，所以出櫃也沒有什麼。我覺得只要是愛你的人，能夠接受你的人，是你的好朋友，都一定覺得很為你高興，你願意把這件事情公開，公開。好 ，OK。好，那麼我們來看一下什麼叫櫃子。櫃子就是用來放或者是展示或者是陳列東西的家具，所以櫃子算是一種家具。同性戀，修正，我們可以說同性戀，也可以說同志哦，同志也可以哦。好，用來放東西的或展示跟陳列哦，都像英文的 display。你把東西放在櫃子的目的是希望大家能夠看到或大家能夠欣賞，大家能夠欣賞。好，有一位來自西班牙的朋友哦，歐拉，歡迎你哦。好的，所以大家要記得展示跟陳列這兩個很棒的詞彙，就是 display， 就是你放在櫃子上或放在櫥窗裡面展示或陳列，你的目的是希望大家都能夠看到，大家都能夠欣賞到，這個叫做展示或陳列啊。好 ，OK， 我們看一下例句。這個櫃子裡放的都是爸爸的酒。好，這個櫃子裡放的是什麼呢？都是爸爸的酒。那各位同學，這種櫃子中文就叫它酒櫃。展示酒的櫃子，我們叫它酒櫃。酒櫃。好，各位同學，你們家裡有沒有酒櫃呢？有一些人會買一些名酒或者是好酒，把它放在櫃子裡面。那個酒瓶也很漂亮，所以酒櫃看起來就會非常的高檔，非常的高端的感覺啊。所以有一些喜歡品酒、喝酒的人，他會買一些比較高貴、比較名貴的酒，把它放在櫃子裡面展示陳列。好，林子說：“老師，我家裡沒有酒櫃。”好，那當然是喜歡喝酒、喜歡品酒的人才會去買酒放在櫃子裡哦。好，理查老師家裡也沒有酒櫃哦。我覺得酒櫃這種東西應該是有錢人才會有吧。應該是有錢人，喜歡品酒喝酒的有錢人，他有時候要顯示自己的地位，
自己的這個名聲或地位，表示自己是一個很高尚的人，他可能就會在家裡面放酒櫃。好 ，OK， 我們再往下看。好，櫃子是怎麼樣的家具呢？好，老師告訴你哦，櫃子通常有門，櫃子的門可能有抽屜，櫃子裡面可能會有抽屜。好，還有隔層，櫃子裡面會有隔層，可以區分不同的東西。特別像衣櫃，衣櫃會有隔層，你可能有一層放衣服，有一層放褲子，有一層放襯衫，有一層放襪子。隔層會幫助你把東西分類好，分類好。櫃子跟架子是不一樣的哦。架子，我覺得這個東西比較像架子我覺得像這種東西比較像架子。架子一般來講是沒有門，也不會有抽屜的，但是可能會有隔層。像這個東西，你可以叫它鞋架，或叫它鞋櫃也可以哦。我覺得架子最好的例子呢，就是書架，書架 bookshelf， 那個就會叫書架，不會叫它書櫃，會叫它書架 bookshelf Charles 說我的櫃子裡有酒，好 ，Hello 喬馬，歡迎。好，那各位同學，老師先告訴你什麼叫做門，櫃子的門就像這個保險櫃，這個保險櫃就是有一個門，對不對？通常會有門，不一定，但是通常會有一個門好，那抽屜呢？像這個床頭櫃，這個叫床頭櫃，有沒有看到抽屜？對不對？櫃子會有抽屜，這個叫 drawer， 抽屜可以拉出來再把它放進去的東西，抽屜好，那隔層呢？像這個就是隔層，大家有沒有看到隔層？這裡有一個隔架，這個叫隔層架或隔架，可以把東西分成上下兩個空間，所以呢，這個就叫隔層。有沒有看到衣櫃也有很多隔層？這裡有一個隔層架，這裡也有一個隔層架，把櫃子分成上下兩個空間，叫做隔層好的，那我們看一下我們有哪一些櫃子第一個叫衣櫃 ，Hello 艾雲，歡迎。衣櫃，衣櫃對，架子一般沒有門衣櫃你們家裡一定有衣櫃，隔架也可以，隔層架我們會說隔層架，就是那個隔的那個隔層板也可以，或者你可以叫它隔层板，隔层板或隔层架可以是隔层板或隔层架好 ，OK， 好，那麼我們看一下衣櫃，你們家裡一定有衣櫃，有的人的家裡有很大很大的衣櫃，因為你們有很多衣服，特別是女孩子衣服特別多，對不對？你的衣櫃可能很大衣櫃。好，再來就是鞋櫃，好，我覺得這個比較像鞋架我覺得這個比較像鞋架，有一些鞋櫃它是有門的，也有隔層的好，這個叫鞋櫃，放鞋子用的，這個應該叫鞋架了好，再來保險櫃這個詞，請你們一定要記得保險櫃呢是用來放貴重物品的，比如說是現金。保險箱也可以，沒問題。保險櫃、保險箱都可以不管是保險箱或保險櫃裡面一定是放重要的東西，像黃金。像可能你有這個鑽石戒指、鑽戒，你可能有鑽戒，你可能有現金，你都可以放到保險櫃裡面。保險櫃保險櫃裡，你也可以說保險箱也沒有問題好，那各位同學，保險櫃上面呢，保險櫃的門上面一般會有密碼，這個叫密碼鎖。密碼鎖英文叫什麼？Password lock， 密碼鎖就是只有你知道那個密碼，按了這個門才會打開，按了之後這個門才會打開，這個叫密碼鎖。密碼鎖好 ，OK。你們家裡有沒有保險櫃？我家裡沒有保險櫃，因為老師沒有貴重的東西。好 ，OK。那床頭櫃，像我家裡就有一個床頭櫃。
就是放在床的旁邊。有時候你睡覺前會把一些重要的東西放在床頭櫃。有時候床頭櫃呢，上面會有一個檯燈。為什麼會有檯燈？因為有人有在床上閱讀的習慣，所以他會在床頭櫃上放檯燈，一邊看書，可能在床旁邊放一杯咖啡。有的人有這個習慣在睡覺前他會閱讀，他會讀一本書，然後把床頭燈，這個叫床頭燈把床頭燈打開。床頭燈就是放在床頭櫃上面的檯燈，然後讀書，然後慢慢的入睡，慢慢的入睡好 ，OK， 你們家裡有沒有床頭櫃我覺得有床頭櫃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因為你在床上可以，有的人會在床上做一些運動，有沒有？就是睡覺前放鬆的運動。比如呢，像是瑜伽，那我可能會先把我的手錶，可能有女生戴耳環，這些物品都可以先放到床頭櫃上面Code lock 叫密碼鎖，好 ，OK， 喬馬太棒了，喬馬教我英文Code lock，秀珍說把錢藏在家裡的保險櫃很危險。對，因為如果有小偷來，他會直接把保險櫃搬走，對不對？很有道理，說得很有道理好的，不過沒關係，因為老師家也沒有保險櫃。好，那你們家裡有保險櫃的，自己要小心一點了好，我們再往下看，還有什麼櫃呢？電視櫃。好，這個就是電視櫃，通常上面會放一台電視好，我想每個人家裡應該都有電視櫃吧酒櫃，展示櫃一般展示櫃會在這個商場，叫商場嘛商場對不對？叫商場在台灣叫百貨公司，像百貨公司或一些珠寶店，他們都會有展示櫃，然後把商品放在展示櫃裡面，讓客人可以看有沒有喜歡的，如果喜歡了可以挑出來試戴試穿，也可以買這個叫展示櫃，通常是珠寶店啦，或者是百貨公司或者是這個商场裡面都會有展示櫃好，你們看到這個圖應該知道什麼叫展示櫃，對不對？好，這些櫃的名字希望大家把它記起來好，我們再往下看廣告時間，請幫老師點讚、訂閱、開啟小鈴鐺，每個月請老師喝咖啡，成為我的 YouTube 會員，謝謝大家的支持好，那麼我們趕快來看下面這個重要的字好，叫做滾，我最喜歡這個字了。好，滾它的意思就是說像球，你們知道球，像球一樣移動，或者是轉動。其實我們中文有一個動詞叫滾動，所以滾動的意思就是像球一樣。這樣子轉動或者是移動，這個動作就叫做滾這個動作就叫做滾好 OK， 所以圓形的物品都可以滾動，都可以轉動，對不對都可以，圓形的物品都可以滾動，對不對？都可以滾動好的，那麼我們看一下我們的例句。蘋果從桌上滾下來了，蘋果從桌上滾下來了，不要，我應該不用解釋，你們知道什麼叫滾了好 ，OK， 沒問題。對，圓形的物品都可以滾動好，我們來看一下例句吧。滾的第一個意思就是滾動、轉動、
用轉動的方式移動啊，叫做滾動。好，那麼我們來看一下例句：越大越雪球滾。好，你們一定知道什麼叫雪球。這個下雪的時候，我們很喜歡這個怎麼說？我們很喜歡做雪球，對不對？把這個雪拿起來，把它做成雪球，然後把它扔出去，把雪球扔出去啊。好，那雪球如果有一個斜坡，的話，這個雪球會怎麼樣？哇，本來這麼小，現在變那麼大哦。好，滾山下，應該是滾下山啊。Charles， 我們會說滾下山。雪球如果滾下山的話，可能會不太好，有危險，對不對？好，正確答案你們都寫出來了。雪球越滾越大，雪球越滾越大，很好。雪球越滾越大。OK， 好，越怎麼樣？越怎麼樣 ？The more，雪球越滾越大哦。好 ，OK， 這題很簡單啦哦。我們來看下一題哦。好，滾的第二個意思，請你們特別注意。滾的第二個意思呢，就是水達到沸點，開始冒泡。我想你們看了這個圖就知道什麼叫滾。我們中文會說水滾了，我把答案講出來了。好，就是這個水啊，它達到了這個100度的攝氏度之後，它就會滾了。水滾了，就是水達到沸點的意思啊。好，一定要記得，水滾了就是水達到沸點了。還有一個表達，你們可以幫我打出來。你可以說水滾了，你也可以說水開了。好，水開了，好，幫我打一下好嗎？水開了，水滾了。好，那意思完全一樣，所以各位同學，水滾了，水開了，都是水達到沸點的意思，就是100度攝氏度的意思哦。好，所以這個請你記得，水滾了，水開了。好。那水滾了就可以下麵了，對不對？如果你有麵條，你可以下麵了；如果你要吃餃子，你就可以下餃子了。好，那你記得我們用的字哦，我們用 down 這個字下。好，這個當然是一個動詞了哦。所以如果水滾了，水開了，你可以下麵條了，下餃子了，下什麼了？好，你就是把這個食物放到水裡面去啊。對，說開了也是個很棒的詞哦，說開就好了。哎呀，男人嘛，沒有什麼誤會啦，說開了就好了。說開了就是把話講清楚。這個非常好的表達哦。春嬌說得很好，說開了就是把話說清楚。把話說清楚之後，彼此之間才不會有誤會啊，才不會有誤會。所以各位同學，如果你跟一個人溝通不太好，那你就直接跟他說，我們就把話說開了吧。我們把話說開了，就是不要隱瞞，把話說清楚，我們好好溝通，把話說開來，就不會有誤會了哦。好 OK， 沒問題哦。要下鹽嗎？不用吧。下餃子，我的習慣是我不會加鹽，我就直接把餃子放下去了。想開了也很好，想開了就是說你想開一點，不要鑽牛角尖，就是你不要拘泥於很小的細節上面或無所謂的事情上面，你不要鑽牛角尖，就想開一點嘛。好 OK。好，我們來看最後一個意思啊，最後一個意思。好，中文有一個詞彙叫不拘小節，對不對？然後呢，我們也不要拘泥於小節哦，不要拘泥於小節啊。水開了，可以泡茶了，很棒，很棒哦。好，想不通可以很好，想不通跟想不開不一樣哦。
想不開是你想自殺，想不開是你想自殺，你要 kill yourself 叫想不開。我有點想不開，那你要注意哦，你趕快去安慰他，跟他好好說話，因為這個人想不開，他可能想要自殺哦。所以各位同學，想不通是你沒有辦法理解這件事情，所以這個光一個補語不同，意思就天差地遠。想不通是你沒有辦法理解這件事情，你找不到解決的答案。想不開是你想要自殺哦，不一樣的意思哦。好，秀珍不是不計小節，是不拘小節哦，不拘小節。好，不拘小節哦。好，今天我們學到很多詞彙哦。如果你覺得老師我不懂這個詞彙，老師明天會給你們字幕，你們可以看一下這些字幕，可以自己去找一下它是什麼意思哦。好 ，OK， 我們來看最後一個意思。好，滾這個字第三個意思呢，就是叫別人離開，我不想看到你。但是呢，這是一種比較不客氣、比較粗魯的說法啊，比較不禮貌的表達，所以不要亂用，除非你真的很生氣。所以這個詞不要亂用哦，除非你真的很生氣，或對方真的做了冒犯你的事情。不然不要隨便用滾，因為它就像英文的 get out、get lost， 語氣非常強烈的詞彙，所以請你們要特別注意哦。好，那就是要對方離開，你不想看到對方，你就會用這個字滾，你給我滾。但是呢，它有很多不同的表達方法，但是意思都一樣。這一些意思全部都一樣啊，但是可能我們用一個滾，可能也會用給我滾，給我滾。你也可以加個你給我滾，你給我滾啊，你也可以說滾開，給我滾開哦，給我滾開 ，give me get lost，give me get lost， 給我滾開。你也可以說趕緊滾，趕緊滾。好，這麼多不同的表達，意思都是 get away、go away、get lost， 全部都一樣的意思。走開，對，走開，我覺得比較沒有那麼不客氣啊。當然，走開，我覺得一般是這個人擋在你面前 ，someone blocks your way，so you will say 走開，意思有點不一樣，意思有點不一樣。走開是有人擋在你的面前，你會叫他走開，走開哦。那滾一般是對方說了一些冒犯你的話，或做了不合宜的行為，你才會叫他滾哦。像老闆看到你寫的報告很爛，你給我滾，不想看到你哦。好 ，OK， 我再念一次哦。你可以說滾，滾，給我滾，給我滾，你給我滾。你給我滾，好，滾開，滾開，你趕緊滾，你趕緊滾，或者趕緊滾，好，不合宜，對，好，那我們還有什麼表達呢？這個大家可以學起來，這個就更難一點，但是我覺得你們會有興趣哦。有多遠，滾多遠，這個就更沒有禮貌，更粗魯了 ，like。Get lost as far as you can. Get lost as far as you can. 有多遠滾多遠，有多遠滾多遠，記起來哦。有多遠滾多遠。OK, get lost as far as you can do. OK, 滾蛋也可以，很好，滾蛋很好，滾蛋也可以，也是一樣的意思哦，滾蛋。好，再來還有呢，如果你要叫很多人滾，如果有很多人你都要他離開，那你就用這句話，不是一個人，是好多人，你都希望他滾，都給我滾，All of you get lost， 所以加一個都好不好？加個都給我滾。如果你要很多人一起離開，都給我滾 ，All of you。Go away，
不能用勞駕，勞駕是禮貌的，勞駕是禮貌的用法啊，勞駕。好，勞駕也不是滾的意思啊，勞駕並不是滾的意思，勞駕是麻煩一個人做一件事情，而且它是禮貌的表達。好，我再講一次，如果你希望離開的對象非常多，都給我滾，都給我滾哦。好，再來還有一個就是這個就是也有人會這樣用，給我滾遠一點，給我滾遠一點 ，like get away further, much further 給我滾遠一點，給我滾遠一點，給我滾遠點也可以，給我滾遠一點也可以，給我滾遠點也可以哦。好，就是希望他滾的離你越遠越好，離你越遠越好的意思哦。好 ，OK， 好，我覺得你們會很喜歡滾這個字哦。當然不要亂用，一定是你真的很不喜歡對方的時候才用。好 ，OK， 那麼各位同學，希望你們喜歡滾這個字哦。好，那當然課結束我不會叫你們說都給我滾，那太沒有禮貌了。我會說，各位同學，今天的課已經結束了。如果你喜歡我的課，記得幫我點讚，支持老師的課，不要滾。下個禮拜一定要再來哦。好，我們下禮拜見嘍，拜拜。